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常看到一些吃播啊，常常吃出问题来，包括他的气色可能整个都黑掉，他们还不知道，甚至有时候赔上他的健康都真的很不值得。我们常在各大平台啊，有时候会看到很多平台创作者都会用吃来表现出来说，他的这个节目的特性，所以我们都称呼它叫吃播嘛。那有些吃播他可能会吃很大量的食物来吸引一些观众的注意而且可以创造出他的一个订阅率比较高的这一种。但是很多吃播就因为这个人数的关系，而导致于不顾身体的健康，就拼命的吃，来创造他的一个订阅率的流量。那这张照片的话，是我在某一个节目看到的一个吃播，因为看到他已经有开始在出状态。我们先看看一下他的嘴巴周边，其实都已经呈现一个黑气色的状态。那这个整个都黑压压的一片包括说它整个还有红红黑黑的感觉。那嘴巴的话，我们在这个颜色，一般来讲我们所谓的叫黑黑的气色，就你看过去乌压压的。那所谓的赤色的意思就是很红红的，你看起来很红，但是又加有点黑黑的颜色，这个就叫做赤色的意思。那如果我们的嘴巴如果吃成这样的话，就是代表说我们的五脏六腑可能有问题了。因为嘴巴它在我们的五行里面虽然一般人我们都称它叫做水星嘛，水星，但水星是我们一般在看相的时候在用比较多。但是如果我们在看健康的话，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在嘴巴的五行里面，它有土也有火性，所以土的话它为脾胃，然后再来我们来看这一个火性，火的话它会辛的，辛的话它会跟小肠有相关，它跟小肠，那脾胃土跟脾胃相关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大约知道说这个人已经吃到他的脾胃先出问题了，还有包括他的小肠啊，这个都已经有一些问题，那心脏可能也会受不了。当然这个嘴巴也有水星的意思因为只要是这个位置下面的地方啊，它都会跟肾窍有相关。那你的肾窍如果说跟水有相关的东西，它当然就会跟你的下元系统有相关的。好，比方说我们的一些代谢的东西都会有受伤啊。好，这个是代谢器官都全部都会受伤，还有包括你的肾脏功能可能也没有办法有正常的运作了。那有一些人的话更严重一点，他可能都有可能会有耳膜炎的一个状态发生，因为这个肾水它跟耳朵是有相关的。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颧骨的位置。好，我们这样子，因为这个必须没办法给它全部拿因为这个我们只能够取一部分来看。那我们来大致上来看的话，应该可以看到它的颧骨两边都有一点黑气了。那颧骨如果两边有整片黑气的话，左边是我们的这边左边的话属金的，那右边的话属木的。因为他是男生嘛，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金它是为肺部，那木的话它为肝。这两边已经发黑的话，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已经水来克制这个金了，就水多金沉。那包括这边也是一样，我们水多木飘。那这个人的一个肺部还有包括他的肝脏的话，一定会出问题。好，这个我们讲的说这个人已经开五脏六腑两个在打架了，那这包括他的心肺功能也不好，肝的这个代谢功能也不好，比如说排毒啦或什么的，这个可能都会导致于他已经开始五脏六腑有一个严重的受损都有可能。那我们大家应该还记得以前有一个吃播很有名他叫泡泡龙。那泡泡龙呢，他也是有这样的状态，就颧骨两边发黑。那后来的时候他也是一样急性的就发作了，后来他也发生一些不好的状态，就没有再继续拍这个片了。好，再我们来看一下，他还有一个特性呢，蛮严重的，就是因为我之前一直在看他的影片，他一直有在吃那些肉，吃很多，那肉吃的量是非常惊人的那一种，就是一大碗的一个碗公的白饭那白饭不是我们正常人的量，它的非常大的一碗，那配上那个三层肉，很多很多的三层的肥肉啦很多这样来吃。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他的眼睛下面的位置，这两个位置你们应该有明显的看到都抛起来了。好，眼睛下面都肿胀起来，那这个肿的有点很红，整个就有点像发炎一样。那这个就是我们也在俗称的，这个已经叫赤红色已经太赤了。那注意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在这个眼头的地方看它有眼头的地方发黑。好，我们眼头地方在五行里面它为辛这个地方后面为肾窍，那辛就是为火的，这个肾窍为水的。我们看它整个肿胀起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心肾之窍一定也是严重受影响了，因为这个已经都整个肿胀了。好，这心脏
它没有办法负荷，你的肾窍它也没有办法负荷。那因为肾窍它是属于一个人的精气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肿起来的话，这个人会出现一个特性哦，他的精气提不起来，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昏昏欲睡的，头昏脑胀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心脏这个地方马达没有力，这个送血运转的地方啊，心脏会跳很快，好，它整个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错乱掉。那我们心肾之交的话，会导致于这个人的身体啊，会有急速下降的一个特性。这个有的时候吃播会吃到会身体可能会有一些警讯出来，那代表说这个人的身体要稍微注意一下了。那其实我们在看一些吃播，因为要拍影片的话，确实都会有压力，因为他为了要数量流量，他才有钱可以赚。那其实啊，要常常去准备一些题材啦或什么的话，他可能因为吃播就是以吃为主，或许他们可以去想一下是不是可以让这个创作更有趣啦，吃一些不一样的美食。否则的话，以量在拼的话，到后面只能够把自己的身体拼出这个健康，结果这个健康反而不好之后，可能就会蛮危险的那就算有钱赚，到后面的话就赔了健康，健康是永远换不回来的。那我们这一章的话，我们大致上提供给一些对人相学蛮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加减来学一下气色因为我的人相学里面不是只有教眼耳口鼻而已，还有包括五行，还有包括气色包括摸骨、手相、面相这一些，它是全部综合在一起的。那我们可以用这一章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谢谢。